来说巨蟹座未来5年哪些时刻至关重要，哪一些时候你们可以随便过，这样你才会有的放矢。每一年的工作、生活、感情都目标明确、清楚、正确的节奏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下半年，巨蟹其实就应该放慢脚步、慢节奏的生活。现在重要的反而不是现实当中事情的一些结果和发展，而是你的睡眠、你的健康、你的心理精神状态等等方面，这些你今年要调节好，以及你为明年做好了哪些准备筹备的工作。下半年怎么样才能虽然过得好呢？对于巨蟹来说，活着就是过得好，活着就是没有荒废。要是能够身心健康、非常平和的活着，那你已经打败了命运对你的不公了。真的，巨蟹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喘息啊、缓冲的一个时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经过之前的种种，你们也挺累的。现在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局面和走向也不在巨蟹可控的范围里，所以呢，你也就别想了啊，也别规划，别盲目的去推进，或者说想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今年整体的一个环境怎么样，大家也都知道。而巨蟹呢，算是这个转型的大环境下受影响相对比较大的这一波。今年呢，就让自己干脆放轻松一点，摆烂一点，放下世俗的一个期待和梦想，放下你的一些责任啦，你的压力。有的时候你已经尽力了，但是结果不好能怎么办呢？可以先苟着，卧薪尝胆，静待时机。那巨蟹未来5年关键的发力点在什么时候呢？在25年6月10日到27年的7月25日这2年的时间，也就是明年开始。所以呢，算在你们也歇不了多长的时间。其实，因为我在霸主那一期的内容当中讲过啊，巨蟹呢是未来5年能够创造事业当中新的局面和高度的。不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时运不济，接下来事业运其实真的是很不错啊。只要是把感情、身体这块能够防住了，事业还是能够创很多的辉煌政绩的，甚至在新的一个地方能够爬上高峰，是能够挂上你的人生履历表的那种程度。尤其是26年的3、4月份有厚积薄发的一个晋升运、贵人运，或者是创一个新的事业、新的人生身份的一个运。当然啊，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巨蟹你得要专心致志的去争，就这2年的时间，愿意为了达到你想要的东西而用大量的时间去累积，而不是说想干嘛就干嘛。那明年起的4年呢，是对巨蟹来说相对公平的4年啊，你付出多少就会回报多少，跟现在的情况是很不同的。因此呢，现在一定要做好准备，因为后面的这4年，这一切的荣誉都非常需要巨蟹你的体力和抗压能力。明年上半年呢，巨蟹就会有转型或者是事业创新路子的一些压力了，可能是你自己想要去更大的世界去闯荡看看，准备去更高调的去竞争，去亮个相，去证明自己能够做到更好，自己值得更高的一个身份、更好的待遇，值得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也有可能是环境逼得你不得不走啊，不得不做新的一些选择和新的事情。但是哪怕是后者啊，也不必恐慌。像阿盖的妈妈对阿盖说的嘛，就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拿到的是哪一种，到底是甜的呢，还是苦的。所以面对这种新的变化，与其恐惧，不如期待。鼓起勇气呢，先走进那个新的地方去看一看，先试试看。也许巨蟹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因为明年是大吉星木星进入到巨蟹星盘的一个命宫了，也就是你们的生命此时注定会迎来比较大的变化以及大的动作。那木星呢，也代表这是一个勇敢者胜的游戏，越勇敢越幸运。不少巨蟹呢，在明年2季度和3季度会面临做出事业或者是人生很重大决策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创业啦、开店啊、开工作室啊、承担新的重大的任务、开辟副业、毕业、转正、升职等等。有的则会体现在结婚生子这种大的身份角色的转变上，这一步应该说是相当关键的，因为它寓意着某种新生的力量，预示着巨蟹的生命进入到新周期、新的12年的大运。这12年呢，以喜运看，又以中间来对分，前6年25年到30年呢，是边创造和累积实力，从而去站上新高峰的一个时刻，后6年是新的一个里程。那明年起呢，很棒的是在紧接着的后1年，也就是26年到27年年中，巨蟹会先收割这个新周期的先一个证明，或者说一个果实。也就是说，你们会真的拿到一些好处，比如说更好的物质经济的收入，因为走了正财运，或者说你真的做出了一些成绩，你很有底气能够凭着自己当时的一个能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这2年该做的事情做好，27年、28年，巨蟹基本工作生活没有大方向的一个疑虑了，会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啊、合伙啊、转型啊、拓展啊等等的一些新机遇，更多的新的可能性出来。你们会进一步被周围的环境啊、被一些契机啊挖掘出自己新的一种潜能。所以呢，巨蟹今年韬光养晦、修身养性，明年起呢，你们的人生将高速运转起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狮子座现在应该希望24年赶紧过去啊，因为未来5年怎么样，你们都要比现在要好。因为土星和海王星呢，没有比这2颗更迷茫、更让人不知所措的星了。那他们俩在25年呢，就会逐渐让狮子座去离开这种怅然若失、不坚定的一些位置，往你们星盘高飞的宫位去走。这意味着狮子座明年起啊，可以真的在现实当中逐梦，在现实中努力显化你曾经的一些梦想。那有的狮子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也挺好的，我也证明了自己，拥有了某些身份啊，或者荣誉啊，爬到了某个位置啊，在去年到今年这个周期里面确实没有错。如果换另外一个星座的话，可能也就止步于此，觉得说，哎，小富即安就挺好。
好的了，他也没有说再往上升的一个空间和自己的一种意志。但是狮子座有，狮子座未来5年是可以把一时的这种短期的好运和成就变成是长久和稳定的某种繁荣，就是说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它是有点是短时间的，但是呢如果你持续耕耘，它在未来5年会沉淀出一种更长久的地位、声望、荣誉、成功和幸福。你们还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再上一个台阶，不论是感情、事业还是健康。而财富呢，未来5年是跟随着狮子座的事业发展或者是某种身份的一种变化提升而走高的。一会儿我具体展开来讲啊。先记2个狮子座的关键年份，一个是明年25年4月下旬到8月左右，另一个呢是26年4、5月开始到28年的8月左右，这2年的时间。前一个25年的时间呢，狮子座会面临比较严峻的一个调整啊、转型啦，或者是某种考验。它没有说好不好，因为它不是一个结果，它只是一个中间过程。但是这一步呢，你必定要走。狮子座，你考虑到将来以后25年那个时候，你就肯定需要有所改变，或者是断舍离，把什么东西清出去，或者是转弯转型，去追求更深邃带有意义感的人生，而不是说今天明天都差不多啊，怎么样活，跟谁在一起好像没有区别，没有所谓。在25年那个时间节点之前啊，狮子座这2年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和努力的，但是你们的这个目光啊，其实应该瞄准的更加远。狮子座不缺天赋和才华，它缺的是一种意志，做事呢缺少一点深度和高度。比如说为了想要谈恋爱就找个人恋爱了，为了生存而做这份工作等等，你虽然实现了啊，但是其实你可以追求更高更好的，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很多时候狮子座还是有点懈怠啊，怕不成功就不去尝试更有挑战性的一些目标。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我看到5年之后狮子成长的一个高度，再来看你这2年做的事情，可能你自己也都会觉得说，哎，我其实可以把自己挖得更深一点，或者是我可以找到更深刻、更长久发展的、更适合自己的人恋爱。因为我的人生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我把力气花在哪个上面，应该是有所抉择的。或者呢，我可以把某一项感兴趣的东西或者项目研究得更深入透彻。那过去的2年其实还是有蹉跎一些日子的，有一些狮子觉得没有达到的结果跟自己对自己不够狠，对别人也不够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明年年中那几个月，狮子座的心态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啊。当然现实当中也有转变了，是从一种骑驴找马或者是行险侥幸，就是说冒险行事以求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转变为以终为始。也就是说，狮子座你开始思考人生或者是某件事终点的一个意义和价值了，一下子啊自己的一个思想境界高度上去了，不再只是瞄准眼前的一些得失。为什么呢？因为狮子座越来越会感觉到有很多人在看着自己，未来5年可以说是狮子座很棒的一个表演时刻，做得好的话很容易被人看见，受到表彰，自己的收入呢也容易因此而增多。包括在求职当中，你如果提了一个薪资，哎，对方发现可以认可，能找到薪资待遇更好的工作，或者说是能够增加副业的收入，有的狮子座跟另一半要生活费啊，都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等等。当然也包括你们选择到物质条件更好的对象，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26年4、5月到28年8月左右啊，这个2年是非常关键的，是狮子座加速转型、加速突破、加速增收的一个时间，就是边做边拿回报，是同时进行的，一边可能在继续耕作 A， 一边在收成 B， 或者说一边在开启 A， 一边在收网 B， 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那狮子座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呢？在现在经济环境啊那么不好的情形下，狮子座反而有机会往上升，这是因为狮子座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在意自己有没有在人前秀出来自己实力和美丽的星座，为了获得他人的称赞和羡慕呢，会愿意付出一切努力。只不过之前狮子可能没有怎么被看见的一个机会，而我刚刚说了，狮子座在现在以及未来的时间可能会感受到自己有很多可以对外秀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风采的机会，所以你就会非常努力，比现在要努力投入更多。因为现在呢，狮子座付出别人可能是没有完全看见的，或者是和你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所以呢，你有被别人看见的机会，就会更加励志发愤图强。那另外一种情况是狮子座有些负担，身心的负担或者是财务等现实负担，就是说不做到某一个结果或者是目标的话，你会感到自己很丢人啊，自己落后了呀，别人要笑话我了呀等等，就各种这种想法。那这些想法呢，也会激励狮子座在下一个周期努力的拼命，为自己搏一个更好、更高、更稳固的未来。这也意味着未来5年你们走的是正财运啊。所以总结来说的话，明年年中几个月你们是慢砍，甚至你可能此时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完全的变换方向，变换城市啊、工作啊、领域啊、思考训练的方式啊等等，就是为了要迈过某个瓶颈，或者是脱困，或者是破茧而出。然后呢，在26年4、5月到28年狂飙，那是属于狮子座人生再造的时刻。那